第一课，时间的流逝。感觉活得好漫长啊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整整1个世纪，时间跨度相当长。想象一下，经历如此多的变化和事件，亲眼见证社会演变的过程将会非常有趣。当然，想想所有涌现出来的技术吧。从马匹到汽车，现在又到电动汽车。没错，那沟通方式呢？我们从书信过渡到了即时通讯。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你觉得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哪些变化？他们一定见证了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。事实上，他们可能既经历过快乐，也经历过苦难。历史教会我们韧性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各自独特的挑战。然而，人类仍在不断适应和发展。这是值得我们珍惜的。时间的确会塑造我们。如果可以选择生活在任何一个世纪，你会选择哪个世纪？我觉得我会选择20世纪20年代，因为那时的音乐和时尚都很棒。绝佳的选择！现场欣赏爵士乐一定会令人兴奋不已。你呢？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时期？我可能会选择文艺复兴时期，当时的艺术和创新真是太精彩了。你能想象与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见面吗？那真是太棒了，让我们一起欣赏过去吧。第二课，成功组织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清理房间里所有不必要的物品。是的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这样一来，整理工作就容易多了。没错，我们可以专注于活动真正需要的东西。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角落，这里看起来最杂乱。同意，我看到这里有些椅子根本没必要。我会协助你搬动那些东西，这样我们就能腾出更多空间了。谢谢。一旦我们清理干净，就能更有效地整理设备了。是的，你们有关于我们如何安排的计划吗？我当时在想，我们可以把椅子排成几排，这样视野会更好。听起来很棒，清晰的布局能让每个人都集中注意力。没错，这也有助于活动的顺利进行。我注意到，井然有序的空间能带来更好的能量。确实如此，这体现了对与会者时间和注意力的尊重。此外，它整体上给人一种更专业的印象。谁不喜欢整洁的环境呢？我相信没有人。让我们继续保持这种组织精神。是的，看到一切就绪，感觉很满足。我同意。我们完工后休息一下怎么样？休息一下，听起来不错。或许可以吃点零食。现在你终于说到我心坎里了，那我们快点吧。祝愿组织工作高效有序，并收获令人满意的成果。
第3课，旅行准备。我已经把衣服和洗漱用品都收拾好了。你记得带房间预订单了吗？是的，我出发前特意把它打印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手边备一份总是没错的。我同意，上次我就忘了，结果非常紧张。听起来像是吸取了教训，这次能做好规划真是太好了。当然，你检查过你的衣服是否都整理好了吗？我有，我为各种场合都打包了行李。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好主意，我希望你也准备了一份正式文件，以防万一。我做到了，一件漂亮的衬衫和裤子应该就能解决问题。太好了，你的洗漱用品呢？我打包了牙刷、牙膏和所有必需品。太好了，我简直无法想象忘记带牙刷，那可就糟了。确实如此，旅行时不注意口腔卫生是绝对错误的。没错，我还带了洗面奶和保湿霜。保持肌肤清爽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旅行时。是的，经常旅行，我的皮肤很容易干燥。所以，我们也必须保持水分充足。当然，水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好的朋友。祝愿接下来的冒险之旅一切顺利。第4课，育儿与媒体。媒体如何影响儿童在现实生活中的认知，这一点很有意思。确实如此，许多人认为父母有能力阻止孩子观看不适宜的内容。父母在引导子女的饮食习惯方面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你认为家长可以采取哪些策略？制定清晰的观看指南会有所帮助，就内容展开公开讨论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鼓励孩子提问可以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。没错，仅仅说不往往是不够的。让孩子了解限制背后的原因很重要。这种方法有助于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信任和透明度。此外，它还能教会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做出明智的决定。当然，在当今的数字时代，媒体素养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。你见过哪些针对此问题的有效育儿课程？是的，有些项目会提供研讨会，帮助家长掌握管理媒体的工具。这些研讨会真的很有益处，相互学习往往能带来更好的结果。我们也不能忘记以身作则。没错，如果父母以身作则，养成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，孩子们很可能会效仿。您在未来的育儿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策略计划吗？我一定要制定一个家庭媒体计划，平衡屏幕时间和户外活动时间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共同培养负责任的媒体消费者。第5课，旅行准备。太好了，你记得带飞机上的零食了吗？
是的，我带了一些格兰诺拉麦片棒和一些新鲜水果。绝佳选择，格兰诺拉麦片棒一直是旅行途中理想的零食。我就知道，它们很容易打包，而且也不会太乱。当然，我们准备好在飞行途中大吃一顿了吗？当然，一点燃料就能让我们保持精力充沛。希望机上小吃也还不错。通常情况下不会，但我们会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。幸好如此，我可不想只靠那些小小的椒盐卷饼过日子。没错，饿的时候，那些椒盐卷饼根本满足不了人。我们也不能忘记臭名昭著的航空公司花生米。他们总是让人感觉像是在戏弄你，永远无法真正满足你。没错，有了我们的格兰诺拉麦片棒，我们就万事俱备了。还有哪些旅行必备物品是我们不能忘记的？我已经带好耳机，准备听点好音乐了。太棒了，音乐总是能让旅途更加愉快。我同意。你有没有下载什么新的播客节目在飞机上听？是的，我发现了一部关于世界文化的精彩系列片。听起来太棒了，随时随地学习是最好的。同意，而且它还能帮助打发长途飞行时间。没错，祝您旅途愉快，零食管够。第6课，探索的乐趣。这座城市太棒了，有太多值得一看的地方。我同意，这里的建筑太迷人了。当然，让我们尽情享受观光之旅吧。没错，我们应该先去哪些地方？我建议先去参观那座历史悠久的城堡，我听说那里的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参观一下。参观完城堡后，我们可以去参观当地的美术馆。好主意，我喜欢发掘新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。之后，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咖啡馆吃午饭。太棒了！长途跋涉之后，没有什么比享用美食更惬意的了。没错，我一直都很期待品尝当地美食。说到菜肴，你有没有特别想找到的特色菜？我很想尝尝这里著名的糕点。这些是必点的，希望它们真像大家说的那样美味。结束我们的冒险之旅后，我们到公园集合休息一下吧。听起来真不错。忙碌一天后，这里真是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。我已经能想象到我们坐在草地上欣赏风景的情景了。回想起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令人惊叹的景色。祝您今天充满探索和惊喜。第7课，美食探险。我一直在考虑试试你推荐的那个新食谱。我一定会尽快尝试一下。我很想知道结果如何。
我会随时向你汇报最新情况。你呢？你也会尝试吗？当然，我正需要一些烹饪灵感。如果你在过程中需要任何建议，请告诉我。非常感谢。你最喜欢烹饪的哪个环节？我喜欢其中蕴含的创造力，感觉就像一门艺术。确实如此，而且享用美味佳肴带来的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。没错，你做饭时最享受的是什么？那香味，厨房里弥漫着香味，总是让人感到无比舒适。没错，这会让每个人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你做的东西。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用的秘制配方吗？我总会在汤里加一小撮肉豆蔻，大家都觉得很惊喜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下次我一定要试试。你会爱上它的。烹饪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尝试。说到尝试，你有没有兴趣举办一次烹饪之夜？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邀请朋友一起玩。没错，良性竞争或许能激发一些激情。而且还有很多品尝机会。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次美食之旅吧。第8课，守时的重要性。我认为最好准时或提前一点到达，以便完成文书工作。当然，准时赴约能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调。这也体现了对大家时间的尊重。没错，而且早到还能做些准备。没错，花点时间整理一下思绪，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你有没有迟到过，并因此感到压力过大？很遗憾，确实如此，这会让人压力巨大。我懂那种感觉，你一走进去，发现大家都已经忙起来了。然后你还得一边努力保持冷静，一边追赶进度。这需要巧妙的权衡，我宁愿完全避免这种情况。我也是。你今天打算几点出发去开会？我计划至少提前30分钟出发。这听起来很明智，我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在开始前一起复习一下笔记。听起来很有帮助，团队合作总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顺路买杯咖啡。好主意，咖啡因提神总是受欢迎的。祝会议顺利。干杯，让我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第9课，协作成功。我相信这个新项目构想对我们非常有益。没错，这看起来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。我同意，这次合作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曝光度。是的，如果我们齐心协力，就能触及更广泛的受众。这正是我们的目标。
我会立即着手落实。太棒了！你打算首先采取哪些步骤？我将起草一份提案，清晰地阐述我们的想法。一份结构清晰的提案肯定有助于我们传达我们的愿景。接下来，我想向一些值得信赖的同事征求意见。好主意，他们或许能提供我们未曾考虑过的见解。没错，多元化的视角只会让我们的方法更加完善。我很想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。我也是，感觉很有希望。你认为我们的潜在合作伙伴会接受吗？我相信他们会的，我们的理念与他们的使命非常契合。真是令人鼓舞，让我们做好准备，争取提案成功。好的，我会安排会议，并随时向您汇报最新进展。太棒了，我欣赏你的主动性和热情。谢谢，我们携手并进，定能成就伟业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共创美好未来。为创造新的开始和机遇干杯。第10课，为冒险做准备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我们的背包旅行，美丽的风景在召唤我。我同意，大自然确实有使人精神焕发的力量。而且价格非常实惠，背包旅行真的物超所值。是的，我太喜欢我们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游览这么多地方了。说到打包，你列好必需品清单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会确保带上轻便的衣服和耐穿的鞋子。太棒了！一双合适的鞋子对于徒步旅行的舒适度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我也打算带上睡袋去露营。好主意，一个保暖的睡袋能让夜晚的睡眠质量大大提升。我也不应该忘记带手机的便携式充电器。是的，保持网络连接很重要，尤其是在导航方面。食物方面呢？你们考虑带些零食去徒步旅行吗？当然，我会带些什锦干果和蛋白棒。太棒了！这些零食不仅能补充能量，而且还很美味。没错，你有什么特别的露营餐食谱吗？没错，我打算在篝火上做锡纸包晚餐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喜欢那种吃完后几乎不用收拾的饭菜。我也是，咱们就让一切简单愉快吧。祝您拥有一次充满美景、令人难忘的背包旅行体验。第11课，权力的本质。了解英国过去并非拥有绝对权力，真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。的确如此，君主制虽然强大，但也面临诸多限制。没错，国王是全国最有权势的人，但他也不能完全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志。当时存在着各种制衡机制，特别是来自议会的制衡。
没错，议会民主制的发展改变了一切。几个世纪以来，权力格局的变迁令人着迷。当然，君主必须与贵族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进行谈判。你能想象当时法庭上的紧张气氛吗？我简直无法想象，当时的政治一定极其复杂。确实如此，这不仅仅是统治的问题，更是维系关系的问题。有时，这些关系可能会变得敌对。的确如此，一位国王既要有战略眼光，又要有领导才能。你认为从这段历史背景中，我们能吸取哪些教训？我认为这告诉我们合作在治理中的重要性。当然，权力必须保持平衡，以防止滥用。没错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暴政。愿我们都能理解治理及其历史演变。第12课，汽车拥有成本。我最近了解到，一些高端汽车的售价接近2万美元。那可是一大笔钱，买东西之前得好好考虑一下。确实如此，此外还有运营成本。是的，拥有汽车通常会有哪些费用？我看到有资料说，它的运行成本每年大约需要4000美元。我猜只是用于维护、燃油和保险吧。没错，累积起来比人们想象的要快得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更喜欢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的原因。没错，买车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。更不用说开车对环境的影响了。是的，这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经常被提及。你认为人们是否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成本？我相信是这样，很多人似乎都在考虑电动或混合动力车型。电动汽车前期投入可能比较昂贵，但它们可以节省燃料。没错，而且它们的维护成本通常也更低。这既省钱又环保，可谓双赢。确实如此。您有没有考虑过换用电动汽车？我有，我觉得这项技术很迷人，但我担心它的传输距离。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。不过，充电基础设施正在不断改善。没错，现在似乎是考虑其他方案的好时机。为了做出明智的选择，为了交通运输的未来。第13课，冒险之旅的行装。个人物品，比如衣服呢？你都打包好需要的东西了吗？不带个人物品，这次我不需要带额外的衣服。真的吗？你确定没有他们也能过得去吗？是的，我喜欢轻装出行，这样更方便。这真是个好办法。我经常带太多东西，之后又后悔。没错，你带了多少双鞋？
只需要2瓶，一瓶用于日常出行，一瓶用于徒步旅行。明智之选。多样性固然重要，但重量也是一个考虑因素。我同意，我想登山鞋肯定很占地方。可以，但它们对我们的探险至关重要。那衣服呢？你只带必需品吗？是的，几套适合不同场合的衣服就足够了。我应该学你，携带太多东西总是很麻烦。此外，它还给了我们更多空间来放纪念品。这真是个绝妙的观点，我总是无法抗拒精美的纪念品。我也不行，我们必须在行李里留出一些空间。轻装出行，留下美好回忆。第14课，选择的旅程。你做了你认为正确的事情，有时是对的，有时是错的。是的，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旅程，不是吗？当然，这都是学习和成长的一部分。我经常反思自己的决定，我只希望自己能早点知道一些事情。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感觉，事后看来，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。确实如此，要是我们能有水晶球预知结果就好了。那样生活就简单多了。但是，冒险又从何而来呢？没错，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生活变得有趣且充满变数。而这些不确定性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。没错，我最美好的经历往往都来自于我犹豫不决的决定。我感同身受，走出舒适区确实会带来回报。没错，即使会导致错误，这些错误也能带来宝贵的经验教训。每一次教训都能帮助我们更明智地应对未来的挑战。你是否还记得曾经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？是的，我有。我曾经需要在2个工作机会中做出选择。听起来真难，你是怎么决定的？我听从了自己的直觉，最终事实证明这是个正确的选择。这真是令人鼓舞，相信自己可以带来好的结果。没错，让我们相信自己和自己的选择。第15课，准备餐食。提前准备好衣服物品是个好主意。当然，避免最后一刻匆忙行事是明智之举。没错，我今天一定把蔬菜切好。这样明天就能节省时间了。你喜欢用新鲜食材做饭吗？我喜欢，新鲜食材总能提升菜肴的风味。我同意。我们计划用哪些蔬菜？我当时想的是甜椒、西葫芦和樱桃番茄。太棒了，它们和意面搭配起来肯定很美味。我们也不能忘记香草，新鲜的罗勒和欧芹必不可少。
没错，新鲜香草能让任何菜肴的美味程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。说到新鲜食材，我们应该多久购买一次？为了保证新鲜，我建议提前1天购买。好主意，我把它加到购物清单里。我们还应该考虑哪些其他准备工作？我们也应该早点摆好餐桌，这样能营造一种热情好客的氛围。没错，精心布置的餐桌能提升用餐氛围。我越来越期待这次晚宴了。我也是，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有美食和好友相伴。祝您晚餐准备顺利。第16课，运动鞋与舒适度。我最近买了一双非常舒适的运动鞋，适合日常穿着。哦，真的吗？你选的是哪个牌子？我选择了一个以鞋底缓冲性能著称的知名品牌。这些一直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它们有什么独特之处吗？是的，它们采用透气网眼面料，非常适合温暖的天气。听起来很棒。它们和您之前的鞋子相比如何？我上一双鞋跟这双比起来，简直像踩在砖头上一样。赤脚走在砖地上，听起来很疼。简直就像在不舒服的环境下锻炼。我一点也不怀念那双鞋。我能想象，舒适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。当然，我上周末还穿着它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呢。他们在步行过程中表现良好吗？真的有效，我的脚感觉好极了，这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改变。你当时一定看起来也很时尚。我试图穿的时尚一些，但舒适才是我的首要考虑。有时，时尚与舒适可以兼得。没错，我觉得这次我可能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。你还打算买其他颜色吗？当然，我正在考虑入手一双亮红色的，换换风格。这真是大胆，绝对能让你脱颖而出。我同意，每个运动鞋收藏都应该增添一抹亮色。你会激励其他人将舒适与时尚放在首位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良好的行动能力。第17课，发现美味佳肴。你有没有尝过当地农贸市场卖的东西？我想我可能已经有了，但我很想听听您的建议。这里的新鲜水果真是太棒了，草莓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草莓都甜。听起来真不错。他们还提供什么其他服务？他们家的手工奶酪和草莓简直是绝配，这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真有趣，我喜欢吃奶酪。你最喜欢哪种奶酪？我尤其喜欢山羊奶酪，它味道浓郁，简直美味极了。下次来我一定要尝尝。你还有其他推荐的吗？当然，
这里出售的蜂蜜是当地蜜蜂酿造的，简直就是液体黄金。本地蜜蜂产的蜂蜜，那可真是难得的美味。您建议我怎么享用呢？你应该把它淋在温热的面包上，这种搭配简直太棒了。我已经能想象出那画面了。当地有什么值得一试的特色甜点吗？是的，这里有一种用时令水果做的馅饼，通常中午前就卖光了。听起来太诱人了，我真想试试。怎样才能确保能买到呢？早点到，相信我，绝对值得。我一定会记住这个建议。你有没有计划我们下次一起探索美食？我当时在想，我们接下来可以探索一下咸味菜肴。咸味听起来很棒，他们提供哪些咸味产品？这里有味道浓郁的手工香肠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香肠，我现在真的很好奇，什么和香肠搭配比较好呢？你一定要试试蘸芥末酱吃，味道会更棒。我爱芥末，这段旅程正变成一场令人愉悦的美食冒险。没错，每次到访都会有新的惊喜。准备好开启另一场品鉴之旅了吗？第18课，书签的艺术。你有没有想过该如何处理那些多余的贴纸？当然有，我到处都能找到贴纸。为什么不把它们做成书签呢？这是一个既有趣又有创意的好办法。听起来很棒，你打算如何着手实现这个想法呢？首先，准备材料，你需要卡纸和你喜欢的贴纸。我明白了，那卡纸的裁剪呢？有特定的尺寸要求吗？通常，我会把它们切成大约2英寸宽、6英寸高的长方形。尺寸完美，贴纸怎么贴上去呢？只需将它们撕下来，贴在卡纸上即可，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。您对书签有什么具体的主题推荐吗？当然，自然、名言警句，甚至是宠物等主题都能让它们更有趣。如果我的贴纸太多怎么办？我可以把几个主题组合在一起吗？当然，混搭可以创造出独特而活泼的视觉效果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装饰完书签之后，你会做什么呢？装饰完成后，我会给它们覆膜，使它们更耐用。太棒了，这样也能防止贴纸脱落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，最终可以制作出漂亮的书签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自己尝试做一些。请告诉我结果如何，我很想看看你的作品。好的，之后我们或许可以交换书签。听起来是个绝妙的计划，这将是一次有趣的交流。我已经兴奋不已了，书签装饰将成为我的新爱好。我相信
你会享受其中的每一刻。